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内容基于真实资料整理，用轻松温柔的方式陪你走进她的点滴与成长。所有画面均为实拍呈现，为使用爱生成。愿这段时光带给你片刻放松，也让你在不经意间更加喜欢与珍惜自己的那份热爱。迪丽热巴晒春日写真，转型成熟御姐的她，腿白到发光，性感迷人。从轻熟转变到成熟御姐的迪丽热巴，整个人的气质还是外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迪丽热巴的身上成熟的女人味儿越来越足，让人看起来更多了一份媚态。在晒出的春日写真中，迪丽热巴依然晒出了自己标志性的美腿，在黑色超短包臀裙的映衬下，看起来腿部白到发光。而精致小巧的夏季露脚趾凉鞋更是增添了一份妩媚的气质。转过头，迎接春天到来，怎么能没有鲜花呢？捧着一大束鲜花的迪丽热巴画着轻熟的甜妹妆，微微勾勒出的眼角线更是增添了妙趣横生，笑颜如花，说的就是迪丽热巴。都说迪丽热巴是仙女下凡，这下好了，在最新的登上的某杂志封面，迪丽热巴也是尝熟了一波仙女风格的搭配，浅粉色的晚礼服长裙看起来轻熟活泼，而童真的马尾辫更是看起来俏皮可爱。转念之间，穿着成熟妩媚的迪丽热巴更是让网友和粉丝喜欢。在这个春意渐浓的时节，当一组全新写真悄然释出，很多人突然意识到，那个曾经以灵动甜美著称的迪丽热巴，正在以一种更从容、更成熟的姿态走进属于她的全新阶段。镜头里的她不再只是单一的美，而是一种带着层次与温度的吸引力。黑色超短包臀裙勾勒出她修长而匀称的线条，那一双被光影映衬得仿佛发光的长腿，几乎成为画面中最夺目的存在。但真正让人难以移开目光的，并不仅仅是外在的惊艳，而是她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的那份自信与松弛。那是一种只有经历时间沉淀后才会慢慢生长出来的魅力。很多人喜欢用成熟御姐来形容如今的她，这个词放在她身上似乎刚刚好。她不再刻意去强调甜美，也不需要用夸张的表达来吸引注意。一个转头的瞬间，一个轻轻扬起的嘴角，就足以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笃定与从容。那种微妙的美并不张扬，却极具感染力，像春日里悄然盛开的花，越看越让人沉醉。而当她捧起鲜花的那一刻，画面又瞬间变得柔软起来。淡淡的妆容恰到好处地勾勒出眼角的线条，让整个人多了一丝俏皮与灵动。她笑起来的时候，仿佛连空气都变得轻盈，那种笑颜如花的感觉，在她身上并不是形容词，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状态。你会发现，她依然保留着那份属于少女的清甜，只不过如今，这份甜不再单薄，而是被成熟包裹之后，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更有意思的是，在另一组造型中，她又轻轻切换回了仙女的频道。浅粉色的晚礼服长裙，让人一眼就联想到春天最温柔的颜色。裙摆轻盈，线条流畅，而高高扎起的马尾辫则为整体造型注入了一丝俏皮与天真。这种看似矛盾的搭配，在她身上却显得格外和谐，既有轻熟的优雅，又保留了少女的灵动。也许这正是她最迷人的地方，她从不被单一标签所束缚。甜可以很甜，冷艳可以很冷艳，成熟可以不失温度，俏皮也不会显得刻意。她像是在不同气质之间自由游走，每一次出现都能带来一点新的惊喜。回头去看她一路走来的变化，其实并不是突然的转型，而更像是一种自然的生长。从最初的清新灵动，到后来逐渐展现出的多面性，再到如今这种带着故事感的成熟气质，她一直在一点点拓宽自己的边界。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不是痕迹，而是一层层叠加的魅力。尤其是在镜头之外的她，也越来越展现出一种真实而松弛的状态，不再刻意迎合，
不再急于证明什么，而是更专注于表达自我。这种从容，其实比任何华丽的造型都更打动人。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他换上更加成熟、更加妩媚的造型时，观众并不会觉得突兀，反而会有一种他本该如此的感觉。那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转变，是时间与精力共同雕刻出的结果。在这个充满变化的娱乐圈里，很多人都在寻找一种能够长久立足的方式，而他似乎已经用自己的节奏给出了答案：不急不躁，允许自己成长，也允许自己变化。当外界还在用过去的印象定义他时，他已经悄然走向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他在春日阳光下微笑，穿梭于花影之间时，会忽然明白，他的魅力从来不只是外表的惊艳，而是一种不断更新、自我生长的生命力。这样的迪丽热巴不只是变了，而是变得更加完整了。在这一组全新曝光的写真中，迪丽热巴再一次用令人惊叹的表现力证明，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定义的存在。当提线木偶这一充满隐喻意味的形象与她极具辨识度的东方美人气质相遇时，所迸发出的不只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情绪与灵魂层面的共振。镜头中的她仿佛游走在真实与幻象之间，那一袭黑色深 V 长裙既像是包裹自我的盔甲，又像是释放魅力的宣言。丝绒材质在光影流转中呈现出细腻而深邃的质感，与她白皙如玉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冷与暖，柔与刚，在这一刻达成了极致平衡。她不需要刻意张扬，身体的每一寸线条都在无声讲述性感的定义，不是直白的展示，而是一种克制之下的张力，一种高级而耐人寻味的吸引。更令人着迷的是他对于提线木偶这一主题的理解与表达，那种若有若无的牵引感并没有让他显得被动或脆弱，反而在他的演绎下多了一层复杂的人性意味。他的眼神深邃而疏离，像是在诉说被操控的无奈，却又在细微之处流露出抗争与觉醒的力量。这种矛盾的情绪被他拿捏得恰到好处，让每一张照片都仿佛有了呼吸，有了温度。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的魅力正在于她始终能够在变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稳定内核。从早期的灵动甜美，到如今愈发成熟、自信且充满层次感的表达，她完成的不是简单的风格转变，而是一种气质的沉淀。她开始更从容地面对镜头，也更清晰地掌控自己的表达方式。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美丽的女明星，而是一个能够用形象讲故事、用情绪打动观众的艺术表达者。这组写真在细节上的处理同样值得反复品味。松散挽起的发型，几缕随意垂落的碎发，让整体造型多了一份慵懒与柔情，恰好中和了黑色造型所带来的距离感。妆容选择冷调大地色系，既强化了她本就立体深邃的五官，又在不经意间增添了一丝神秘气息。而那一抹低饱和度的唇色，则像是刻意留下的温柔，让整个人物在冷艳之外，依然保有柔软与亲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对于身体语言的掌控。提线木偶本应是僵硬的，但在她的演绎中，这种僵硬却被赋予了节奏与美感。她的每一个动作看似受限，却又充满力量。每一次转身都像是在挣脱无形的束缚。这种被控制与自我觉醒的对立，让整个画面拥有了戏剧性的张力，也让观者在欣赏美的同时，不自觉地产生情绪上的共鸣。而光影的运用，更像是为这场视觉叙事加上了一层灵魂滤镜。暗调背景中，暖光与冷光交错，既勾勒出它清晰立体的轮廓，也放大了情绪的细微变化。他站在那里，不需要复杂的场景，不需要喧嚣的装饰，仅凭自身就足以成为画面的中心。这种留白式的表达，反而让人更加专注于它本身，也让这组作品具备了某种近似艺术作品的观赏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组时尚写真，
更像是一种关于女性之美的重新表达。迪丽热巴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观众，美不应该被单一标签所束缚，它可以是柔软的，也可以是锋利的，可以是温暖的，也可以是冷艳的，可以令人亲近，也可以让人仰望。而真正动人的，从来不是外在形式的堆叠，而是内在气质的流动与释放。当我们回望这组作品，会发现令人难忘的，并不仅仅是那一袭黑裙，或是精致的妆发，而是她在镜头前所呈现出的那种复杂而真实的情绪层次。她像一只被线牵引的木偶，却又在某个瞬间，仿佛挣脱了所有束缚，成为真正掌控自我的存在。或许，这正是迪丽热巴最迷人的地方，她总能在既定框架中打破边界，在熟悉之中制造惊喜。她让人看到，一个演员，一个女性，可以如何不断拓展自身的可能性，也让人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她还会带来怎样更加惊艳的表达。现在古偶剧太卷了，白日提灯男主为追迪丽热巴跳龟须。白日提灯在最新更新中的剧情里面，进入了副本剧情，迪丽热巴饰演的领主大人因为扶桑树枯死，恶灵太多的原因回到了自己的领地龟须。陈飞宇饰演的段须听到自己的心上人要走，龟须和人间的时间不一样，再回来他可能未必就在人世。对此，段须立马放弃俗世中的一切，也不管要收复那10几州，要跟上心上人去凡人不能去的地方，而且还拿5感之一跟他交换。龟须环境对凡人极不友好，要闯进去的话，非得要依赖于一条小道，而那条路有上万千恶灵会把段须撕碎。听到这个，段须还是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不少观众都表示，我的天哪，这简直是当年素素跳诛仙台时的决绝。不过，这真是时代变了。10年前，观众看的是女人为了男人爱的死去活来、跳崖赴死，现在是小狗要勇敢追姐姐。确实没办法，现在的古偶太卷了，你不弄出来点新意哄女性观众开心，怎么才能留住观众呢？勇敢跳海，勇敢追，男主恋爱脑疯狂倒贴。最新剧情又推进一波小高潮，赫斯木的龟须老家出事了，扶桑木裂开，灵力乱窜，他必须立刻回去收拾烂摊子。临走前，他跟段须的告别那叫一个潇洒，轻描淡留了句记得活久一些，转身就走。段须完全疯了，他交换嗅觉当成了筹码，只求赫斯木能带上他一起走。可是龟须那地方根本不是活人能去的，入口处是汹涌的龟须暗流，里面挤满了能撕碎生灵的万千游魂。所有人都知道，凡人硬闯跟跳进绞肉机没区别，会受尽灵犀尸体之苦，搞不好就粉身碎骨。但段须知道这一切后，眼睛都没多眨一下，直接就朝着那死亡入口跳下去了。男主角为了追随女主角，上演了这不要命的一幕。评论争议很大，有人说这太不现实，是顶级恋爱脑。但更多人却被这种极致的情感浓度击中，觉得在遍地都是权衡利弊的现实里，这种毫不保留的追随，恰恰提供了最极致的情绪价值。古偶内卷新赛道，女本位角度改虐男主。白日提灯能搞出男主跳崖这种戏码，根本原因在古偶剧挤破头、同质化严重的市场里，他用了女本位叙事。这部剧的核心标志是迪丽热巴饰演的领主赫斯木，他不是任何人的附庸，而是天生就站在力量顶端的万灵之主。所有男性角色，包括男主段须和男二燕科，他们的故事线和情感逻辑都是围绕着赫斯木这个绝对核心展开的。传统古偶是几个女人围着男主转，上演宫斗或雌竞，而这里是几个能力背景各异的男人，以赫斯木为圆心，展开雄竞。比如现在热度很高的男二燕科，守护了赫斯木300年的龟须幼城，因爱生度最后黑化，而男主段须典型女强男弱，他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勉强获得站在他身边的资格。这种设定很不错，
等于是把过去经常施加在女主角身上的虐女戏码，大部分转移到了男主角身上。观众，尤其是现代的女性观众，获得了一种带有支配感的观剧体验，让那些已经对霸总娇气模式感到疲劳的观众眼前一亮。同期对手压着打，思绪万千难破包围圈。可惜的是，白日提灯气运一般，一开播就陷入了残酷的包围战。前脚有刚刚播完的爆款剧《逐玉余威》尚在，市占率在完结之后仍然高达 41.5%， 吸走了大盘。白日提灯的注意力与讨论度被严重透支。后脚同期对打的还有郭敬明的《岳林奇迹》，向来不讲武德的小四风格鲜明，有自己的固定受众盘，好不好看都有人看。更麻烦的是，白日提灯最大的王牌迪丽热巴和陈飞宇的思绪万千 CP 未必所向披靡，反而从开播起就伴随着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同框时缺乏情侣间的性张力，戏外宣传时一些互动也像是工业糖精，不够自然。这种关于 CP 感的争议扑灭了它成为全民爆款的可能。在没有绝对碾压级的 CP 感作为开路先锋的情况下，剧集想单靠新颖的设定，在逐玉和岳林奇迹的双重挤压下杀出血路，登上热度第一的宝座，难度极大。在这一轮古偶剧内卷到极致的浪潮里，白日提灯其实给了观众一个挺有意思也挺耐人回味的答案。它不再只是讲爱情，而是在重新定义谁在爱，怎么爱。最让人难以忽视的当然是迪丽热巴饰演的赫思慕。她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需要被拯救被守护的女主，而是一出场就站在权力与力量顶端的领主。这种角色设定本身就已经在向观众传递一个信号，这段感情的重心不再是谁为谁牺牲，而是谁有资格靠近。也正因为如此，陈飞宇饰演的段须才显得格外反套路。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者，而是那个拼命想要追上对方的人。听到赫思慕要回归墟，他第一反应不是理性权衡，而是几乎本能地放弃人间的一切，甚至愿意用无感去交换一个同行的资格。那一刻，其实你很难用恋爱脑简单定义它，因为那种决绝更像是一种纯粹到近乎本能的选择。尤其是跳入归墟的那一幕，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代对照的恍惚感。曾几何时，观众习惯看到的是女性角色为爱赴死，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素素跳诛仙台的决绝。而现在镜头调转，变成了男人为了追随心爱之人，义无反顾地跳入必死之的。这种转变不只是剧情层面的新鲜感，更像是一种观众情绪结构的变化。说得直白一点，当现实生活越来越强调理性、权衡、得失的时候，观众反而更容易被这种不计后果的情感击中，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在现实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选择。当然，白日提灯并不是没有争议。围绕思绪万千这对 CP， 观众的分歧一直很明显。有人觉得两人之间缺乏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化学反应，甚至在某些互动中略显刻意。但也有观众恰恰喜欢这种错位感，一个高高在上的领主，一个拼命追赶的凡人，本就不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势均力敌。从这个角度看，所谓 CP 感不足，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人物关系的一部分。更关键的是，这部剧真正的野心其实藏在叙事结构里。它用一种非常明确的女本位视角，重构了古偶剧的情感逻辑。过去是女性围绕男性展开竞争，而现在是不同男性角色围绕着赫思慕展开各自的执念与选择。无论是段须的孤注一掷，还是燕珂的守护与黑化，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中心。这让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获得了一种微妙但真实的掌控感。你会发现，情绪的流动方向变了，不再是替女主心疼，而是开始审视男主值不值得。当然，市场从来不会因为有想法就轻易让路。白日提灯上线时，前有余热未散的逐玉，
后有风格强烈的岳林奇迹夹击，在这样一个竞争极其残酷的环境里，他想要冲到绝对顶峰，难度确实不小。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部剧的价值也许并不完全在于是否登顶，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在古偶这条已经被走得无比拥挤的赛道上，创作者开始尝试把情感主导权交还给女性角色，同时也让男性角色承担更多情绪表达与代价。至于观众买不买账，时间会给出答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当断须跳下归须的那一刻，这个市场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市场了。而迪丽热巴所塑造的赫斯木，也确实在这场变化里留下了一个足够鲜明的坐标。被迪丽热巴美晕，提线木偶造型又媚又飒，黑身 V 裙火辣性感。当光影交织，木偶起舞，一场充满神秘与妩媚的美学盛宴，在迪丽热巴的镜头下悄然绽放。1日，迪丽热巴最新的写真大片正式发布，她打破了以往的风格束缚，化身为提线木偶女郎。黑色深 V 裙如同铠甲，白皙的肌肤仿佛是画布，神秘、妩媚与性感交织在一起，每一张照片都散发着高级感。她既拥有提线木偶的疏离破碎，又兼具东方美人的柔美风情，重新定义了内娱女星的多元美感，领冠者一眼沦陷，久久无法忘怀。这组写真的弧心魅力，在于破碎与魅惑之间的极致碰撞。提线木偶的隐喻与迪丽热巴的个人气质奇妙契合。与传统写真的直白展示不同，这组大片更多的是通过光影与情绪来讲述故事。镜头下，迪丽热巴仿佛被无形的丝线牵引，肢体的舒展背后却透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桎梏。她的眼神深邃且疏离，既展现了被操控的破碎感，又带有不甘被束缚的倔强。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让整个造型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仿佛她在白日提灯中饰演的赫斯木，僵硬的肢体下藏着觉醒的力量，将抽象的情绪转化为具体的视觉表现。造型设计上，细节处的每一笔都在为氛围感服务，精准捕捉提线木偶的核心气质。黑色深 V 裙是造型的灵魂，选用了上乘的丝绒面料，柔软而顺滑，带着挺阔感，利落的剪裁将迪丽热巴火辣的身材曲线完美展现。深 V 领口巧妙设计，既凸显了她优美的肩颈线条和精致的锁骨，又没有过度暴露的低俗感，反而将性感沉淀为一种高级质感。裙摆长度及膝，侧边微开叉的设计，行走时露出纤细白皙的小腿，增添了几分灵动与妩媚，与提线木偶的僵硬感形成巧妙的反差，柔中带刚，韵味十足。妆容与发型的搭配更是将神秘妩媚发挥到了极致。她的发型将长发松松挽起，几缕碎发轻轻垂落在脖颈与脸颊旁，既修饰了脸部轮廓，又增添了几分慵懒与柔媚，巧妙呼应了提线木偶的精致感。妆容上选用了偏冷调的大的色眼影，巧妙加深了眼窝，使她本就深邃的眼眸更显迷离，眼尾微微上扬，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魅惑感。搭配的哑光豆沙唇釉柔化了整体的凌厉感，衬得她的肌肤愈发白皙光滑，仿佛自带柔光滤镜。巧妙的红绳点缀与提线木偶的意象相呼应，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丝破碎感与故事感，与黑红蕾丝木偶大片的美学逻辑相得益彰。迪丽热巴的皮肤状态成了这组写真的加分项。镜头下，她的肌肤如牛奶般光滑，细腻无瑕，通透感十足，仿佛没有一丝瑕疵。她的肌肤完美诠释了肤若凝脂的美感。这份好皮肤不仅得益于她优越的原生条件，更离不开她常年坚持的护肤习惯。她曾在采访中透露，每天都会敷2次面膜，注重补水保湿，同时坚持用温牛奶洗脸，搭配防晒和精华护理，使她的肌肤时刻保持水润饱满的状态。即便频繁上妆拍戏，她依然能维持绝佳的肤质。这份细腻的保养，让她在镜头前无需过多修饰，就能展现最动人的原生美。光影的运用
也让这组写真的氛围感更上一层楼。拍摄采用了暗调的光影，柔和的暖光为底，局部冷光点缀，将迪丽热巴的轮廓勾勒得愈发立体。黑色深 V 裙在光影中展现出不同的质感，时而深邃内敛，时而光泽流转，和她白皙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视觉冲击力十足。背景简洁大气，没有过多的装饰，纯色的背景和简单道具衬托出焦点完全集中在迪丽热巴的造型与情绪上。每一张照片都像是一幅精致的油画，既有艺术感，又有故事感。这组写真不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尝试，更是迪丽热巴对自身魅力的全新探索。她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甜美或酷飒，而是将提线木偶的神秘、黑深 V 裙的性感以及自身的柔媚完美融合，展现出女性多面的美感，可以妩媚动人，可以神秘疏离，可以性感吸睛，也可以温柔细腻。这种不被定义的美，正是她最迷人的地方，也让这组写真超越了普通的时尚大片，成为一场兼具美学与情绪的视觉盛宴。当提线木偶遇上东方美人，当性感与神秘相碰撞，迪丽热巴通过这组写真告诉我们，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立体的、充满故事感的。她通过自己精湛的表现力，将提线木偶的隐喻转化为可感知的美学，借助白皙光滑的肌肤、火辣的身材和妩媚的气质，诠释了什么叫魅力十足。它让我们看到，内于女星的美，从来都不止一种可能。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